环球旅行正式踏入南美洲，南美洲是我这一趟美洲旅行最期待的地方。据说世界上最好看、最漂亮的自然风光都在南美洲。第一站，哥伦比亚，丝滑入境，直接给90天的签证。人民币跟哥伦比亚的汇率是1比600，咱们换了156万，轻松又当了一波百万富翁。哟，哥伦比亚也流行黄色法拉利啊，完犊子了！坐上车才知道他们出租车没有计价表的。那他一会张嘴就来，这不随便要？他连 how much 都听不懂，然后在线找翻译。师傅比划了半天才知道计表器在右上角，可这数字不对呀，咋是3位数啊？那后面隐藏着多少个零呢？30公里收我6万比索，相当于人民币100块钱，不算贵。酒店盲盒时间，看看首都波哥大市中心500块钱人民币能住啥样的？哇！还蛮大，干净亮场，行政风格。这里还能看到城景，也算是中一回奖了，哥们儿。行李放好了，咱们就围绕整个城市瞎溜达一下，看看有啥好玩的。先到城市中心玻利瓦尔广场打个卡，这是他们的政治文化中心，是为了纪念南美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所建的广场。这一片的建筑都蛮有特色、蛮有风格的，应该都是西班牙殖民时期留下的。哇，这密集恐惧症都要犯了，这比我去过任何一个地方鸽子都要多呀！在这里喂鸽子要8块钱人民币。他砍价了，他内卷了，他要5块。这边鸽子是真不怕人呢，知道我有吃的都飞过来了。爷，吃吧，都来吧，人人都有。来吧，黄金博物馆，进去长长见识。惊呆了，门票只要5000比索，相当于人民币8块钱，这么便宜啊！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博物馆。哥伦比亚从古往今都是盛产黄金，首都波哥大以前更被誉为黄金之国，但是在西班牙殖民时期被抢了很多重要文物回去，这估计也是他们的遗憾呢。这玩意儿我看了好久，它是乐器、首饰还是喇叭？看不懂，我就说这玩意儿怎么这么眼熟？这不悠悠球吗？印加时期就有他们的活力少年王了。这一套黄金首饰应该是当时古代老外的日常搭配，喝水都要用金碗，奢侈。别人古代老外钓鱼都是用黄金鱼钩，要不说现在这些钓鱼佬天天空军呢，时代退步了啊！哇，不要说古代了。这一串现在卖出去也值不少钱吧？大家都是古文明，这印加人整的玩意儿也太抽象了吧？你像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特奥蒂瓦坎人整的玩意儿都特别的精美，现在看起来也特别的时尚。这印加人看他整的玩意儿，真的一件比一件抽象，现代人看了看不懂的抽象。每次到美洲看这些古文明遗迹留下来的东西，让我震撼的不是他们文明留下来的本身，是跟3星堆一对比，你会觉得真的是一件很离谱的事情。3星堆比他们更远古、更长久，炼金、炼铜、炼铁的技术堪比现代，你想一下都觉得不可思议，细思极恐。而且我认为这个被评为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博物馆有水分，肯定没把咱们布达拉宫加上。布达拉宫里面的黄金多到你看了看傻眼。完了，我上一辈子还有可能是个印加人，这越看越像啊。伯特罗圆苑博物馆免费参观。胖胖的蒙娜丽莎，博物馆里面展示的艺术品油画全部都是圆润的、胖胖的，但我这个文盲就认得一个蒙娜丽莎，其他全都看不懂。这哥们很好玩。围绕整个城市瞎溜达了一圈，哥伦比亚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跟我来之前想象中不太一样。我还以为这里跟中美洲大部分的城市一样，贫穷、混乱、犯罪率高。这边大部分的街道虽然是又破又老旧，但是整洁，没有过多脏乱差的情况。而且遇到的人吧都很热情，非常的有精神气，不像中美洲那边那么的颓废萧条。一天了，实在走不动了，先整点本地美食吧。这家苍蝇馆子网上说巨好吃，尝一下。第一个招牌菜玉米鸡肉汤，
鸡很有鸡味，虽然这个汤很粘稠，但是它加的土豆还有一些蔬菜，非常的开胃，还可以，不错。这玩意儿加米饭进去拌估计更香，但有一点我想不通，这牛油果也要加进去吗？嘎好吃。第二道菜牛肉汤饭，但我就纳闷一点，这边给你上饭必须加一个牛油果，这才是主食吧？哇，这牛肉汤好吃的抽我光都不放手。大家知道的，我对吃的要求非常的高，而且我经常在国外旅行。我认为老外做的饭大部分都是一坨藕泥给，但这个牛肉汤饭能跟新疆手抓饭不开。好吃是好吃，但是这顿好贵啊，吃了11万币走，相当于人民币190块钱。但这味道吧，也值了。这家本地网红苍蝇馆子据说也不错。那么多的本地老外，应该不难吃。完了，这里吃的种类太多了，而且全是西班牙文，我没一个看得懂的。完了，这哥们的英文比我还烂。Sorry。OK。他们这厨房还是露天的。卫生应该没什么问题。上的第一个招牌菜，红豆、碎肉、香肠、鸡蛋拌饭，还是离不开牛油果。这个没啥特别的，这是普普通通的快餐饭。他们给我上的第二道招牌菜，居然也是土豆玉米鸡肉汤饭，味道没有上一家好，又是牛油果。最后一道招牌菜，番茄牛骨饭。哥伦比亚的牛是不是很出名啊？无论是牛肉汤还是这个牛骨饭，这牛肉嘎嘎香，好吃了抽耳光都不放手。3个菜吃了200块钱人民币，不算贵，但是味道不够惊艳。世界排名第33的餐厅啊，别问我谁排的，我也不知道。来都来了，整一顿，真实评价一下。这家本地老外也很多，应该不错。这个餐厅做菜水平是不是世界33我不知道啊。就这个菜单的价格，包是33的。给我上第一道菜是龙虾，这没啥特别的，但是它这个汤底是用亚马逊的雨林的蚂蚁做的，这是什么黑暗料理呢？这好酸好臭啊！这玩意儿太恶心了。这家店是不是专门做黑暗料理做到第33的？鸡心、菜叶子、土豆、沙拉酱，这是啥搭配呀？真是一口一个智商税。啥玩意儿啊！第3道菜都快给我整无语整笑了，萝卜、猕猴桃、豌豆拌螃蟹。我觉得能发明这个菜式的也是人才。哎，我真的吃不惯。最后一道菜煎牛肉，这个看起来正常多了，感觉是这几道菜唯一一个能吃的。还行，吃了21万5000比索，相当于人民币360块钱，以为要被宰大出血，再花50块钱人民币坐缆车去山顶看城市夜景。哦，这城市夜景不错啊，挺好看的。虽然没啥高楼大厦，但是灯火通明，内透，蛮好看的。最后再出发，哥伦比亚曾经的毒枭大本营。麦德林，坐大巴到麦德林要8个小时，坐飞机只需要1个小时，且机票只需要200块钱人民币。你没有听错，200块钱，这是我坐过最便宜的飞机。这3个哥们坐在我对面等飞机，等得太无聊了，把吉他掏出来，直接开始唱歌了。Yo quiero regalarte una poesía. Esas que estoy dando las noticias. Amiga mía, ojalá algún día, escuchando mi canción de pronto entiendas que lo que nunca quise fue contar tu historia. 平安落地，继续瞎溜达，当街溜子去。像这种街头卖艺，美洲非常的多。红灯的时候奋力的表演，绿灯的时候路过的司机觉得不错，都会给点小费。但这哥们目前是我见过最牛逼的，他挣钱，我不眼红。麦德林是整个哥伦比亚唯一有有轨电车跟地铁交通的城市，咱们体验一下。哇，非常的干净整洁，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了。我去了很多国家，他们的公共设施都是脏乱差，这里反过来非常的干净。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缆车也是他们的公共交通。
只需要坐有轨电车到终点站就可以乘快。坐着缆车穿过整一个贫民窟到山顶看城市远景，这就是麦德林的城市全景了。可以看得出来，跟我们重庆一样是一个山城，但建筑风格不一样，还蛮有特色，蛮好看的。再坐本地的电动巴士到市中心瞎溜达，没有任何夸张成分的。哥伦比亚整个国家所有的电动巴士都是咱们中国产的。因为他们认为咱们的中国新能源是全世界最好的，这次真赢麻了。这里就是他们的市中心，有很多高楼大厦，同时也是他们整个城市最危险的地方。哎，我发现这边所有的商铺铁闸上面都装有这样的钢条锯齿，这是有什么防范作用？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防止流浪汉睡在自家门口。在波哥大看的胖胖博物馆，作者费尔南多·伯特勒就是麦德林人，所以在市中心看到的23个胖胖的雕塑都是出自于他的手。可以看到本地的审美跟咱们唐朝一样，圆润肥美唯美。这边市中心的脏乱差情况也是非常的严重，你看这边的人都是倒头的睡，随地大小便，流浪汉也到处都是，垃圾也乱堆。这边的人真的很喜欢跳舞唱歌，走到哪儿就唱到哪儿，跳到哪儿。这是本地网红旅游打卡点13街区，溜达一下。这边还蛮热闹的，这里就是他们著名打卡点之一，可以看城市的全景，还不错。20年前，这里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毒枭的大本营。20年后，这里成为了哥伦比亚最安全的地方。你知道为啥吗？3不一个真理，它能不安全吗？虽然这里蛮商业的，但是建立在贫民窟上的网红街倒是头一拐见，蛮新鲜。我操，这姐们晕了，昏迷了。看来她终于还是招了。请问这里是本地刑房吗？犯多大罪会送来这里受刑啊？瓜佩塔巨岩号称世界最陡峭的楼梯，之字形天梯到山顶，冲！门票41块钱人民币，而且这感觉也不是很陡，有夸张宣传成分。10分钟到山顶，轻松拿捏。这边的景色有点像咱们浙江的千岛湖啊，没啥特别的。现在是晚上10点半，我们感受一下拉丁美洲的夜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这里是本地最火的酒吧一条街，就相当于我们长沙解放西一样。这边好热闹啊，大晚上全是人。今天虽然下大雨，但丝毫没有影响到这群酒蒙子对夜生活的热情。上次在哥斯达黎加看到的夜生活穿着全部都跟超模一样，这边穿的全都跟维密走秀一样，都不能说是开放了，简直就是豪放。而且这里要进夜店玩，基本都要排1-2个小时的长队，有那么好玩吗？我也去凑个热闹。这个夜店我排了1个小时，他才告诉我穿运动装不能进。我一个出来旅行的哪来的夜店装啊？又痛失榜1大哥，回去睡觉。